大家好，我係 W，歡迎嚟到 War Channel。我哋會分享唔同國家嘅歷史奇案，鍾意嘅話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今日要講嘅主題係淺間山莊事件。如果大家未睇日本赤軍第一、二部曲，一共3條片嘅話呢，我會建議大家呢先去睇翻，先再翻嚟呢度睇埋呢條片佢嘅。喺1972年嘅2月19號，5名聯合赤軍嘅成員闖入咗位於輕井澤嘅員工福利度假村淺間山莊，挾持咗1名女子，並與警方對峙咗10日咁耐嘅。事件喺電視上進行轉播，收視達到 89.7%， 而且事件嘅最大受益者居然係日清食品有限公司喎。到底當年發生咗咩事呢？今日我將會同大家講述呢個故事。正如上一條片嘅片尾所講啊，聯合赤軍嘅成員喺妙義山出發啦，打算呢係走到去長野縣嘅。期間啊，佢喺電台得知首領森行夫同埋永田洋子已經俾人拉咗，再加上其他逃離嘅人員幫警方提供咗好多有利嘅情報。隨住時間嘅推移，佢慢慢走投無路啦。事實上啊，由於警方差唔多動用幾百人嘅規模進行地毯式嘅搜查啦，聯合赤軍嘅基地咧係一個比一個咧係俾人哋發現嘅。喺偶然之間咧，呢班嘅聯合赤軍走到輕井澤嘅附近。喺呢個時候咧，剩低嘅成員咧得返坂口雲、坂東國男、吉野亞邦同埋加藤兩兄弟，包括加藤倫教同埋加藤三郎。喺呢班人之中，坂口雲係首領，坂東國男排第2，吉野亞邦排第3。而呢3個人呢，亦都係喺山岳基地事件入邊嘅幹部之一。咁佢哋呢，就闖入咗唔同屋入邊啦，但係呢，就俾人哋發現。呢個時間呢，警方已經慢慢逼近佢哋啦。最終佢哋呢，闖入咗今次事件嘅淺間山莊。喺淺間山莊入邊啊，佢哋好快揾到一個女人。呢個女人係淺間山莊嘅管理人妻子茂田太子。淺間山莊係日本和合樂器給予員工作為福利嘅度假屋。喺日本經濟起飛嘅輝禄王年代，呢一類型嘅度假屋咧係大公司嘅標配。佢哋主要咧係起喺度假區嘅，例如神戶市嘅六甲山啦、長野縣嘅輕井澤啦，或者喺長野縣嘅茂科高原。通常咧員工係可以以折扣優惠價去享用呢啲咁嘅福利嘅。當時屋入邊咧得茂田太子喺度，而佢就話俾聯合赤軍嘅成員聽，當時嘅管理人啊同埋其他客人咧都出咗去，得佢一個人喺屋企。於是咧聯合赤軍嘅5個成員咧就將佢作為人質，並將佢綁起嚟，用手巾塞住佢把口，正式佔據咗淺間山莊啦。佔據咗之後嘅第一件事就係計下食物嘅存量。然後佢哋認為可以喺山莊入邊堅持1個月咁耐嘅。另一方面，警察包圍咗淺間山莊。包圍嘅警察咧唔單止有嚟自長野縣嘅，亦都有嚟自群馬縣同埋東京警視廳嘅增援。喺淺間山莊咧，其實位於喺一個山坡上面，外面咧係好難入去，而入口咧亦都係一個好窄嘅地方，易守難攻。佢就好似係中國嘅釣魚城咁樣，當年面對蒙古大軍嘅入侵，仍然可以堅守一樣。有關於釣魚城嘅主題，我哋下次會開一個新嘅影片會講。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呢，警方唔知點處理，只能夠不斷咁樣向外要求增援。2月20號，情況仍然冇改變。原來啊，最初咧入邊嘅聯合赤軍成員以為自己大勢已去，喺度諗緊點樣俾人拉。但係啊，隨住時間嘅推移咧，佢意識到警方可能都冇任何嘅方法，所以佢有對抗嘅能力同底氣喺度。於是佢哋進入咗持久嘅僵持局面啦。咁點解警方頭2日乜都唔做呢？原因咧就同當年嘅左翼運動有關啊。咁啊，警方咧其實同政府都擔心強行攻堅嘅話咧，嗰啲被槍殺嘅人咧就會被視為革命英雄，
當年左派嘅團體咧係會神化呢啲革命中死去嘅同志，就例如喺1960年安保條約抗爭入邊死亡嘅華美智子，同埋1970年嘅上赤塚警察局襲擊入邊被槍殺嘅柴野春彥。所以警方當時係希望可以將事件和平解決，活捉所有嘅聯合赤軍成員。同一日，即係1972年嘅2月21號，情況仍然非常僵持啊！不過警方召集咗坂口雲同埋吉野亞邦個媽咪嚟到現場，用擴音器呼籲佢哋個仔投降。咁警方點解會知道坂口雲同埋吉野亞邦喺入邊嘅呢？因為原來當初成員入侵輕井澤嘅其他地方嘅時候留低咗指紋，警方就因而就去聯絡咗呢兩個母親過嚟。其實呢件事可以見到當初警方嘅辦案速度都係有好快嘅，短短2至3日已經係做到嘢㗎啦。當呢兩個母親嚟到現場嘅時候，佢哋含淚叫個仔投降。不過聯合赤軍就係開槍回應咗佢哋。值得一提嘅係呢一日亦都發生咗一件世界性嘅重大新聞，就係美國尼克遜總統歷史性訪問咗中國。呢個係一個好象徵性嘅事件，標誌住之前對立嘅美國同中國關係已經走向和解。對於聯合赤軍嘅成員嚟講，呢個係一個好重大消息，因為聯合赤軍本來就係對中國抱有親切感同埋憧憬，佢哋崇拜嘅係毛澤東主義，打擊蘇修主義嘅共產派，並且佢哋係反感美國、仇視美國嘅立場。佢哋亦都試圖係將日本由美國嗰度轉向中國，以進行一個全世界嘅革命。對於呢班成員嚟講，如果美國同中國建立關係，佢哋所做嘅一切就好似付諸東流。突如其來嘅消息令到佢哋覺得俾人哋孤立。尼克遜同埋毛澤東喺畫面上面握手嘅笑容，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心靈嘅重大衝擊。冇錯，對於嗰班成員嚟講，呢個係最壞嘅消息。而警方亦都好清楚呢一點啊，所以佢哋先至係特登冇斷電，等佢哋可以睇到新聞嘅電視直播，知道呢件事。警方希望喺心理上面動搖佢哋。事實上呢個計劃非常之成功。其中一個成員加藤倫教喺事件後提到佢當時睇到依單新聞，內心感到好空虛，開始覺得佢哋犯下嘅行為有幾大嘅嚴重性。咁樣嘅外部形勢、國際局勢嘅變化，影響住聯合赤軍成員嘅心理狀態同抗爭行為。不過佢哋好快就調整咗心情，繼續同警方對峙，因為可以逃脫先至係佢哋依家嘅首要目標。2月22號嘅朝頭早，兩個媽咪仍然好努力咁樣說服佢哋嘅仔。吉野亞邦嘅媽咪就喺裝甲車入邊使用擴音器，就喺度嗌：小吉啊，你快啲翻出嚟啦，唔該晒你啦，咁樣嘅説話。但係嗰班聯合赤軍嘅成員仍然唔投降。吉野亞邦個媽咪再講啦：你唔通會射媽咪咩？突然間嘭嘅一聲，聯合赤軍嘅成員開槍瞄準咗母親所在嘅裝甲車度，開槍射擊。實際上亦都就真係子彈係擊中咗個車身。呢一幕令到警方都非常之驚訝，甚至乎有警務人員當場係落淚嘅。吉野亞邦原來就係當時向裝甲車開槍嘅人。事後據坂口雲憶述，話吉野亞邦喺開槍嘅同時亦都喊緊嘅。警方嘅行動雖然令到兩個母親都陷入會俾人哋擊中嘅風險，但係喺心理戰上面嚟講係真係奏效啦。到咗下晝，有一個男人出現咗喺淺間山莊嘅門口。實際上佢同警察係完全冇關係嘅，佢絕對係一個平民。佢自稱自己為文化人。其實喺再之前嘅一日，佢都諗住試圖接近淺間山莊嘅，但係就俾警察制止咗。但係呢一日佢成功爬上懸崖嚟到門口，
佢就同赤軍講：我係嚟交換人質嘅。話呢個係非常之意料之外嘅情況。警察其實當下就好想救佢翻嚟，但係如果太靠近淺間山莊嘅話咧，有機會俾聯合赤軍嘅成員咧就會擊中，所以好大嘅風險。喺呢個情況底下，呢個男人完全唔驚，繼續行去淺間山莊，並且大嗌：聯合赤軍嘅各位，請俾我入嚟啦！同一時間，佢就諗住將個門推開。喺呢個時候啊，聯合赤軍嘅成員咧，當然係覺得好懷疑，佢覺得呢個平民咧係警官嚟嘅，佢真係諗住呃佢哋嘅啫。所以咧，佢係向住地下進行咗好多次警告性嘅射擊，但係呢個男人完全唔驚，佢繼續嗌，要求進入呢個淺間山莊。咁警察見到亦都好驚。佢馬上就呼籲聯合赤軍嘅成員千祈唔好開槍，因為大家望到嗰個男人真係唔係警察，係平民嚟嘅啫。不過喺呢個時候，呢個平民突然間轉身對住警察眨眼，聯合赤軍嘅成員望到，立即開槍擊中咗佢。呢個男人中咗槍嗰一刻咧，佢大嗌熱帶之後，好艱難咁樣咧。行翻去警察嗰一邊，但係由於佢頭部中槍，馬上就送到醫院救治。但係佢可惜，去到3月1號嘅時候咧，佢都係死咗嘅。當日仲有其他嘅機動部隊成員受傷，有人俾子彈打中個菠蘿蓋，亦都有人咧係俾人打中條頸受咗重傷嘅。但係由嗰個時候開始，警察都開始展開咗行動啦。首先，佢哋將淺間山莊嘅電源咧就關咗，但係佢唔夠膽斷佢哋煤氣，因為喺山上面嘅氣温係-15度，貿然斷煤氣嘅話，人質會有凍死嘅可能。之後，警方咧就要求聯合赤軍提出佢哋嘅訴求。吉野亞波聽到之後咧，就想要求釋放所有已被捕嘅聯合赤軍成員，包括森行夫同埋永田洋子，但係坂口雲拒絕咗。並且同警方講：我哋嘅主張就係要默默地抵抗。2月23號，即係事件嘅第4日，為咗確認內部嘅情況同埋知道人質嘅狀況，警方開展咗行動。佢哋向淺間山莊瘋狂發射催淚彈。事實上，警方咧只係知道山莊入邊有5名嘅聯合赤軍成員，但係佢唔知道係邊5個人。但係由於咧聯合赤軍成員亦都有備而嚟，佢哋將檸檬汁搽喺眼周圍同埋手部，令到嗰個催淚彈完全冇用。因此，警方嘅計劃再一次落空。24號起，警方進行咗下一步行動啦，就係以星行動。警方突然間喺夜晚射出照明彈，但係咧完全冇任何嘅行動，目的咧就係等淺間山莊入邊嘅聯合赤軍成員咧感到緊張。但係呢度比較好笑嘅係，射出照明彈嗰一刻，有部分嘅警員以為要行動而準備咗一切。原因執行計劃嘅係長野縣警方，但係咧佢就冇同群馬縣同埋東京警視廳嘅警察溝通。喺咁嘅情況下，聯合赤軍成員開始討論如何離開淺間山莊啦。有啲人咧，甚至乎提出一啲不切實際嘅計劃，例如話要捉一個警察入嚟，然之後掛喺陽台上面，又或者話要經市渠走佬等等。雖然咧呢啲計劃咧都係俾現實否決咗，但係咧成員之間因為咁樣咧而鬧交，甚至乎有人要求他人總括。顯然咧，佢哋已經冇法子做出一個冷靜嘅判決啦。喺呢個時候，佢哋已經變得情緒唔穩定。26號亦都係事件嘅第7日，傍晚6點40分，喺山岳據點事件遇害嘅志岡行一嘅阿媽，喺警方嘅要求下打電話到淺間山莊遊說。原來當時山岳據點事件仍然未曝光嘅，警方咧仲以為志岡行一咧都仲喺淺間山莊入邊。所以咧就叫志岡行一嘅阿媽咧打電話嚟勸降。收到電話嘅聯合赤軍眾人咧冇人夠膽講嘢，因為佢哋正在與受害人家屬傾電話。志岡行一嘅媽咪喺電話入邊講：志岡行一啊，你嘅理論咧可能啱嘅，但係我哋唔明白啫。你哋得唔到群眾嘅支持，更加唔應該孤軍奮戰啦。
茂田太子女士係你嘅姐姐嚟嘅，係一個軟弱嘅女人，係咪啊？你唔好傷害佢哋。如果你仲有人類嘅愛嘅話，你第一件事就應該送啲人質翻屋企，大家會重新評價你哋嘅行為嘅。不過佢萬萬諗唔到嘅係，佢講嘅嘢志剛行一永遠都聽唔到啦。坂口雲喺事後憶述，佢就話：佢聽完志剛行一媽咪嘅説話之後，佢覺得胸口有一種難以形容嘅壓迫感。喺咁樣嘅情況下，警方最後決定呢係突擊行動啦。呢個對於警方嚟講係一個非常之艱難嘅決定，因為事件嘅現場呢係每一日都會喺電視上面播放，整個日本都會關注呢件事。如果突擊嘅行動失敗咗，人質受到傷害之餘呢，令到警方陷入咗困境。當時嘅負責人亦都明白，如果行動失敗，佢嘅職位亦都不保啦。去到27號，家長再度勸降。同一時間，下午電視居然冇進行直播，因為警方喺之前就要求傳媒喺當日唔好有任何直播。去到28號之前啊，雙方都係仍然喺互相不斷交火、不斷勸降。警方咧喺度研究緊點樣攻堅。喺警方嘅預想底下咧，人質應該係會擺喺2樓，所以佢就希望咧用拆樓嘅方式，用一個大鐵球擊破咗2樓嘅外牆，等警方可以攻入去。最後喺28號緊張嘅朝頭早，警方喺10點鐘就進行行動啦。呢個時候，日本 NHK 國營電視台同埋私人電視台一共6個電視台同步進行咗全程嘅現場直播。警方當時嘅策略係，佢哋認為人質喺2樓，聯合赤軍成員喺3樓，只要將連接別墅3樓同2樓嘅樓梯破壞咗，咁佢就可以喺唔傷害人質嘅情況底下攻入山莊入邊。但係警方都唔知嘅就係，其實人質都係喺3樓嘅嗰陣時候，一個7噸嘅鐵球突然間嘭撞去個牆壁入邊，令到咧聯合赤軍嘅成員咧都係驚慌不已嘅。佢擔心淺間山莊係會突然間崩潰。警方咧接住就係破壞咗連接2樓同3樓嘅樓梯，令到3樓同2樓係冇法子連接。繼後警方咧從呢個破裂嘅牆壁入邊咧向入邊灌水，射啲水入去。山莊內部嘅地板咧開始咧係好多嘅積水，呢啲積水咧令到聯合赤軍嘅成員咧全部濕晒，精神上嘅壓力咧亦都持續增加。雖然係咁樣，坂東國男咧繼續匿埋喺屋頂嘅閣樓上面，繼續對警方進行追擊。警方第一個犧牲者就係特殊車輛隊長高見繁光，佢喺給予射水指令嘅時候，俾坂東國男咧射死咗。同樣地，指揮第2機動隊進入淺間山莊嘅內田上校隊長，亦都喺攻堅3樓嘅時候咧，俾子彈擊中，不幸喪生。實際上，內田隊長咧喺之前已經意識到佢將會成為目標，啲隊員都要求佢小心。但係咧，內田隊長咧出於責任感，佢仲一馬當先，最後咧就係俾人哋擊斃嘅。據知當時嘅日本警方機動隊嘅隊長頭盔咧，與普通嘅頭盔係有明顯嘅分別，所以咧聯合赤軍嘅成員好快就可以分辨到邊個係主要嘅目標，亦都係因為咁樣啦。事件後咧，警方咧嘅作戰頭盔改為清一色，亦都只能夠咧透過頭盔背面嘅等級線咧嚟分辨大家嘅職位。無論如何都好啦，警方嘅行動咧就暫時停止咗啦。而聯合赤軍咧就好快咁樣食咗餐午餐，馬上修補咗房間被摧毀嘅路障，諗住咧就應接緊接落嚟嘅攻擊。12點45分，坂口雲咧見到遠處有好多記者影過嚟。佢就用支槍咧就射向直播緊嘅記者。據坂口雲事後講佢當時就係只係想記者停止直播，但係原來1名 SBC 嘅記者咧俾人擊中，永久失明。喺2點嘅時候坂口雲喺吉野亞邦嘅建議底下，向下面投擲咗一枚咧鐵通嘅炸彈，
最後咧喺3樓嘅廚房有5個警察咧係俾人哋炸中咗受傷。喺2月28號下晝3點鐘，警方咧展開咗歷嚟最大規模嘅攻勢。佢哋再次噴水，亦都投擲大量嘅催淚彈，當中催淚彈嘅數目係數以千計。下晝約5點鐘，警察喺屋頂嘅閣樓同埋喺陽台上面部署咗隊員，用高壓水槍破壞咗聯合赤軍匿藏嘅臥室嘅牆壁，開咗一個大窿。喺6點10分，警方嘅28個隊員呢進行咗突擊行動，成功解救人質，並將5個人逮捕。被捕嘅時候，犯罪分子攜帶嘅槍200幾發子彈、3個未有使用到嘅鋼管炸彈，同埋喺 M 行動搶劫入邊繳獲嘅75萬日元呢，係一同呢係被檢獲嘅。而喺押送途中啊，板東國男嘅阿爸喺屋企電視上面確認到自己嘅仔俾人帶走嘅時候，佢走咗去浴室上吊自殺。喺遺書入邊呢，佢對事件入邊嘅死者同埋傷者感到非常之抱歉。事件入邊有5個人，除咗加藤三郎因為未成年進入咗少年感化院之外啊，作為領導參與咗山岳據點事件並且主導咗淺間山莊事件嘅坂口弘，喺1993年判處死刑。佢當時被控17宗謀殺案，亦都係當年嘅紀錄。呢個紀錄咧，直至到2005年被麻原彰晃因為奧姆真理教事件殺害27人而打破。1975年，日本赤軍喺海外發動咗馬來西亞吉隆坡事件，當中要求日本釋放坂口弘，但係坂口弘拒絕被釋放。佢講到：我嘅戰場係法庭，依家已經唔係搞暴力嘅時候啦。曾經喺淺間山莊事件勸降嘅阿媽，佢喺每個月都會抽時間去探望佢，每一次都會同受害者同埋死者家屬道歉，並且祈求社會免卻兒子嘅死刑。但係佢媽咪咧喺2008年去世，而坂口弘咧一直到依家都係喺獄中反思自己嘅過去，至今咧仍然未執行死。至於森行夫最得力嘅助手坂東國男，喺審判期間咧就遇到馬來西亞吉隆坡事件，佢係被要求釋放嘅重犯名單之一。當時日本政府迫不得已咧就放咗佢，然之後佢走咗之後咧成為咗恐宮女帝重信房子嘅得力助手，到依家仍然喺海外逃亡緊，並且遭到國際刑警嘅通緝。至於喺山岳據點事件失去妻子嘅吉野亞邦，喺被捕之後似乎仲未有認清事件。警方向佢展示佢妻子懷孕8個月嘅金子屍體嘅時候，吉野亞邦就話：呢個女都未死，佢活在喺其他地方。面對17項殺人罪，法院最後只係判佢無期徒刑。判詞話唔希望佢受到死刑判決，因為希望佢繼續可以活落去，用自己嘅全部生命去贖罪。可惜嘅係事件過咗去10幾年，佢係有人出書講述呢段日子。其中咧書入邊提及到吉野亞邦講佢同埋佢老婆嘅感情係非常淡薄嘅。佢仲重回翻過去，佢就話：客觀嚟講，我必須話我犧牲佢嚟保住咗自己條命。至今佢仍然活着，不過咧已經係一個患有長期病嘅老人家啦。至於加藤倫教咧就被判13年有期徒刑，咁啊先後咧係服過3級嘅監獄。喺1987年獲得假釋，變翻自由身嘅佢咧就接管咗家族嘅農場，並且兼任野生動物保護同埋自然環境保護組組長。目前咧佢係支持自民黨，亦都加入咗自民黨成為黨員，定時咧會為赤軍事件咧作為嘉賓演講。雖然事件最後得以解決，但係實際上面咧好多警察都派到去今次嘅行動。由於攻堅嘅強度好大，令到咧日本警隊反思呢件事，亦都催生咗之後嘅日本特警隊。10日嘅圍攻嘅行動入邊啦，長野縣警方咧就派遣咗800幾名警察，佔咗當時該縣嘅總體人數36%。因為咁樣，
當時長野縣嘅民眾就擔心其他地方嘅犯罪同埋交通事故會增加，但係事實證明當時嘅犯罪率唔單止冇增加到，更加下降咗。專家就推測係因為太多人俾電視吸引，所以個個都匿埋喺屋企，因此一啲犯罪活動例如入室行竊咧就好難發生。再加上個個都唔出去，咁自然交通意外都少咗啦。另外喺呢件事件入邊咧，仲有一個備受關注嘅人物，就係俾歹徒關押咗219小時嘅人質茂田太子女士。喺事件結束咗之後啊，啲傳媒咧就爭相想報導佢，甚至乎咧竊聽咗佢喺住院嘅病房，並以誇張嘅手法去報導，等大眾咧以為佢喺囚禁期間咧同罪犯有種心靈交流。傳媒咧將佢描繪成為係罪犯一方嘅人物，令到社會咧對佢展開抨擊。佢收到好多威脅信、恐嚇信，有好多咧甚至乎帶住一啲刀片嘅。喺警察入邊啊，都有人指責佢，話因為佢所以死咗2個警察，令到佢嘅處境更加糟糕。因為咁樣，佢開始失眠，精神壓力好大。1971年，日清食品有限公司發明咗以發泡膠為器皿嘅杯麵，售價係100日元。當時咧袋裝嘅即食麵咧，即係賣25蚊日元一包嘅啫，所以咧銷路咧就唔係好好啦。但係啊，因為淺間山莊事件啦，山上面嘅氣温咧係去到-15度，因此咧準備俾警察嘅糧食咧，通通咧都凍到不得了。之後咧，因為咁樣就改以杯麵咧就俾警察食嘅，而杯麵被電視媒體報導之後咧就一炮而紅，10日嘅直播病毒式宣傳，令到杯麵咧當年咧係賣斷市。另外啊，當時原來咧警視廳以正常價格嘅一半，即係50日元，向隸屬警視廳嘅警察發放杯麵作為輔助食物。但係一開始咧冇用呢個價格去賣俾長野縣警察同埋神奈川縣警察，因為咁樣咧就引起咗警視廳同埋縣警察之間嘅衝突。淺間山莊一帶因為淺間山莊事件一炮而紅，喺70-80年代一度成為日本本地人嘅旅行度假熱點。但係隨住時間過去，再加上日本經濟泡沫爆破，當地人去樓空，一直荒廢。2008年，香港正生會，亦即係正生書院嘅母公司，佢以日本牟利嘅公司法人身份買下咗淺間山莊，但係當地嘅政府文件並冇披露過買價。當地嘅地產代理咧就估計價錢大約係100萬港紙。據當時嘅港媒報導啊，正生書院負責人表示會改裝成為旅館，方便學生到日本交流學習。不過去到呢家2023年啦，淺間山莊仍然係荒廢緊嘅，偶爾會租俾團體作為青少年活動。一連4段影片嘅日本赤軍3部曲咧就嚟到呢度啦。雖然咧日本赤軍喺之後都有好多嘅恐怖襲擊，但係喺日本本土嘅攻擊咧就告一段落啦。同一時間，隨住社會大眾知道更加多聯合赤軍喺山岳據點事件同埋淺間山莊事件入邊嘅暴行，社會大眾對於左派喪失咗耐性同同情，日本左派嘅運動咧亦都因為咁樣式微啦。我係 W， 下次再為你講述唔同國家驚心動魄嘅奇案。